如果你现在因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限制用不了一个Stripe的服务，那么别急，今天呢我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啊，我们可以直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用这家美国的公司的名义呢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如果说你正在投身你的网络创业，正在做一个跨境电商，特别是面对全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业务，但是呢，你可能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一个限制，无法直接开启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那么今天呢，我将向大家分享一个Stripe账号的一个申请方法。那你呢，可能是一位遍布全球学生的一个讲师需要收取美元来结算课程费用。那又或者说呢，你是一位跨境电商的老板渴望一个能支持多币种、便捷高效的一个支付解决方案。那么就像我们的 Shopify 独立站一样它里面的一个收款功能呢，用的最多的一个呢，就是一个Stripe。这个Stripe呢，运行着全球客户软件以及服务平台，你肯定是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平台来处理你的订单支付。还有我们现在加密货币呢也是越来越流行，你想介入到这个里面来的话，你还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这个收款问题。通常来说呢，国际收款大家用的最多的呢就是一个Stripe，还有我们的一个 PayPal。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他都会选择用这个Stripe？还是那句话这个Stripe它的交易手续费呢会比 PayPal 的话低很多。相信使用过 PayPal 的人呢都知道它的手续费是相当的高。最主要的一点呢是这个Stripe的话，它提供了一个无缝支付的一个体验让用户的话他不需要离开当前的一个页面呢就可以完成一个支付不像一些付款那还需要这样跳转那样跳转，那它都不需要离开当前的一个页面这样就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支付的一个成功率。或许在人家跳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付款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点。还是那句话考虑到一个地域的一个差异，还是给我们很多用户呢带来了一个支付的一个限制。那这个 PayPal 的话，在中国人之间它也是有一个限制你不能直接进行一个转账，这也导致了不少的一个创业者呢直接就转向了一个Stripe，并且它没有那么多限制，而且交易手续费还很低。 OK， 那本期视频呢就会带大家来申请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我们首先呢先要了解到Stripe的话它支持哪些国家的一个申请。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目前已经覆盖了46个国家以及一个地区。那么之前呢，小鱼儿在讲这个制作网站的时候呢，上一期视频都有讲过怎么样用我们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护照一个香港的一个银行卡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那这个呢讲的仅仅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账户。那么个人的账户呢，同样呢它也会受到很多的一个限制。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讲怎么样注册一个企业的一个Stripe账号。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区域。那在中国的话，目前只有香港是可以的，那这里面甚至可以看到连台湾都没有。如果说你的国家呢暂时呢也不在这个Stripe的支持的这些范围内，那也不用担心这里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我们的美国公司去申请我们的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那为什么要用一个美国公司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金融环境呢是比较好的，而且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你可以以你公司的名义去开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甚至的话当你赚到的钱以后，你还可以零手续费把你的钱呢转移到美国的账户里面进行一个投资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像这个 First， 它呢是一家在线的证券公司，专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股票期权，还有一个 ETF， 还有一个共同基金交易的一个平台。那如果说你正在找一个支持中文的一个投资平台，那么这个 First Trade 的话，它也是第一证券，它还提供了中文客户的一个网站可以看到这里进来呢，它直接是一个中文版的。右上角这里呢，你还可以切换语言，可以看一下可以选择英语、中文、繁体中文。那它支持这3个语言。那这个对华人投资者来说呢，它是非常友好的。
很多人呢，在没有注册美国公司的时候，可能都想都不敢想。其实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啊，真的没有那么难，它也很快啊，1-2个星期基本上就可以搞定。在注册之前呢，你需要准备几样东西。那今天呢，我就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首先的话，你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一个美国代办公司。等一会儿的话，我就会实操演示给大家看。那这个代办公司的话，它可以帮你搞定一些政府需要的一些文件。大家都知道这些文件其实是很复杂，跑起来也是很麻烦的。那你还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公司地址。就算你在美国啊有认识的人，那这一步呢也得找个代办，熟人这些他也不一定能搞定啊。所以规矩就是这样。接下来呢，你还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你需要用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呢来搜索一个验证码，同时呢你还需要一个 EIN。 那么这个 EIN 是什么呢？这里我问了一下 GPT 啊，可以看一下 EIN 呢其实就是美国税局啊，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税务识别号码啊，它是拿来识别企业的实体，相当于就是公司的一个身份证。那后面我们再去申请一个STRIP，我们需要开一个美国银行卡的一个账号，因为我们注册STRIP的时候呢需要绑定。最后的话，我们还需要提供一个 BOI 的一个报告。那么这里呢，我们如果很多你不知道不明白的地方呢，大家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来问 GPT 啊 ，GPT 啊，它什么都能回答你啊。可以看到 BOI 报告是什么，这里它就会给我们解释。那这个 BOI 报告呢，就是你这个公司里面谁是老板，需要把老板的一些信息呢给它填进去，包括你的老板的这个地址、姓名这些呢都需要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新规定。那它呢是为了防止洗钱，还有一些假公司啊，这种不正规的一些公司。那今年的话，也就2024年的1月1号正式啊才开始生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假的公司啊，这个呢也叫法案，叫做企业透明法案。那这个法案规定的话，必须在2025年的1月1号之前呢提交这个 BOI 的一个报告。2024年注册的公司的话，要把这个 B 的报告呢提交上去。那么明年2025年之后注册的企业的话，必须在30天之内的话提交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的对象呢，它就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一个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那后面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在这里进行一个提交。接下来的话，就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怎么样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无论你是做跨境电商，你还是做其他的一些，那注册一家美国公司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美国人啊，他还是比较偏向于本国的一个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代办机构成立一家美国公司啊，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而且比较高效的。特别是对于大家还有一些注册流程都会给大家讲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代办公司啊？刚才给大家讲了，因为我们大家并不熟悉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流程，也不熟悉美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选择一个代办。那么今天要用到的这个代办机构呢，叫做 LawFast 也就是一个西北公司。西北公司的话，它就是一个代办的一个机构啊。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一个操作流程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它可以进行全程的一个线上操作，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深受广大好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的员工都已经高达900名了在全国拥有3000万的一个企业。那它呢，差不多拥有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以及高质量的一个客户支持而闻名。那么他们的定价呢，也是相对非常的透明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比较适合一些初创企业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一些企业。特别是说，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话，你需要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这个网站就特别的适合你。这里相关的一个链接我都全部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里，那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那么这个西北公司的链接呢，我也放到了下面的描述栏里。如果你也需要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话，那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呢也是相当便宜，只需要一个$39。这个$39的话是他们收的一个服务费，那其他后面要花的一些，比如说你提交给政府的一些钱
那这些钱的话它是另外算，但是呢他们是收39，这个39啊就是一个服务费。那接下来呢，大家跟着一步一步的操作啊。首先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开始，这儿呢我给大家点一个中英文翻译吧，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这个可能看起来更亲切。这个呢是叫一个沉浸式翻译的啊，大家可以装一下。首先第一个啊，可以看到这些到这个后面这些是我们全部都要填写的。第一个呢，他会问你一个订单信息，你想开始什么类型的一个业务？这里就是选择公司的一个类型。比如说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公司非盈利组织。那么这个 LLC 呢，它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我们特别是初创企业，你的公司只有几个人，那建议大家呢，一般呢就选这个 LLC。那这个 LLC 的话，你个人的一个财产啊，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呢，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会动用你个人的一些财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一个实体，比较适合一些大型企业，股份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比较复杂。如果说你的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这种公司的话不是为了赚钱，这里你就要进行一个选择，选择好之后呢，他问你想在哪里组建你的业务是说你想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地方？这儿呢，给大家一些建议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这3个州。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特拉华、怀俄明、内华达，因为这些州的话，它可以一个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哪个地方注册它会有什么好处？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用 GPT 或者说去谷歌里面去搜索查询一下，看一下哪个地方呢对我们来说更有利。那这里呢，我们就以一个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倒三角，点一下，这里有个特拉华州，它的一个费用可以看到，在这个右边呢，它会显示一个价格。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下它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你选的时间越短，它收的钱就越高，因为你是属于一个加急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特拉华州7天属于加急是185，那9天的话是145，那么11天呢是110。那这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再看一下，那我们这里点一个俄怀明州看一下。俄怀明州呢，它相对于呢价格要优惠一点它7天呢是1045天是139，3天还有更快的3天加急的是179。加下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个服务费呢是39它的一个处理加上一个费用104，那么这里呢就要140多美金。这边你还可以换一下，换一个地方，它有的地方收费就比较高，看一下。比如说这个纽约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时间就是200起步了。不同的地方呢，它的收费情况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俄怀明州呢，相对于是要优惠一些价格。这里建议大家可以把你的公司呢注册在一个，还是刚才那可以注册在特拉华、俄怀明或者内华达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呢，确实是有一些优势。接下来我们往下看，那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权信息。那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这里我们直接把它关掉。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把这个打开的话，需要多25美金，关掉的话，那么就少了25美金。那这个呢，它是什么呢？之前提到的一个 BOI 的一个文件。等我们的公司注册下来了，这个其实是很简单建议大家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不要去开启它这个钱可以选择不花。接下来这里我们就再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这里就是要填入你公司的一些详情，公司的一些信息。你希望你的公司的名称是什么？就是要给你的公司起一个名字。那么这里呢，当你填写了之后，如果说你想知道你的这个公司有没有被人注册过，有没有重名，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到这样一个 APP 来进行一个查询。这里是我们来到了俄怀明州政府的一个网站来进行一个查询相关的，来查询这个公司它有没有被人注册过因为我们刚才选的就是一个俄怀明州相关链接我还是会放在描述栏。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名字，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搜索，搜索以后呢，它就会显示，那你刚才的注册的这个呢有没有重名下面的话它全部都会显示出来。这里我就随意的输入一个小鱼儿，点击这个搜索。那大家可以把你的公司起好名之后呢，到这里来进行搜索一下。那么这个呢
就是将诉讼和法律通知副本发送给律师，那么就是这个第2个选择。这里呢，我们先选择一个 no 不需要。那第3个的话，使用通用业务目的，我们可以给它选择打开。因为美国公司的话和中国公司啊，它是有点不一样的。美国的公司呢，它是不限定是只要你经营的不违法就可以了，特殊情况除外啊。比如说什么一些军工产品啊，这些什么一些武器之类的，它不像国内啊，它有很多规定条条框框的。那这个我们给它选择打开。那接着我们往下拉，这里你希望在州内记录的实际地址，就是说你注册代理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刚才申请的这一个，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西北公司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是你的一个邮寄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说以后政府有一些什么信件的话，它就会发往这个地址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的话，它会把这个文件拍个照电子化上传到我们账号的后台。所以说你不需要拥有一个美国的地址，这个西北公司它会帮我们直接处理好的。我们选好之后呢，直接点击下面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里的话，公司管理呢，第一个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会员管理，看一下经理管理，这个是一个管理类型。第一个就相当于是你的成员自行管理，第2个就是请经纪人呢来进行一个管理。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会员管理。下面呢就填入你的名字这里是用拼音填写姓在后面名字在前面，都是用一个拼音。那再往下呢，与国家一起记录的地址，这个就是我们注册的一个代理地址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同样还是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你的国家、邮寄地址、城市哪个州、邮政编码，你就填国家你所在的城市，如实填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你就直接选择中国这里可以看一下。那这些都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去填写。填好之后点这个右边，这里有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你的电子邮件你需要创建一个密码，这儿填一个电子邮件这里密码它是有要求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密码的话，一般会包含大写字母，还有一些什么数字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符号之类的就是让这个密码更保险。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还可以直接生成密码密码可以看到必须包含哪些，这里它都有告诉我们你按照这个要求去设置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就随便创建一个，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它是一个企业的身份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它会附加一些费用，比如说这里它可以帮你注册域名，1年免费。网站它有一个什么托管，网站提供 SSL 的一个安全保护，最多10个企业电子邮件地址，免费开始。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它会刚开始是免费的，后面你看90天免费试用，还可以可以大家去看一下需不需要开启这个。这个打开的话，它是需要另外收费的这里这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需不需要需要的话你可以选择打开，不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关掉这里有个直接给它关掉。这里点一个继续，这里有个可选项目，那么这些如果我们都不需要呢，我们就直接点下一步。最后可以看到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付款的这个页面。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有接受的几个主要的一个信用卡这几个信用卡都可以填上你卡的一个名字卡的姓卡号、安全码、月份、年，这些呢都非常的简单大家填好之后呢就进行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就直接点击一个提交。那这大概过1天的时间呢，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个邮件，教你补充一些沟通联系人的信息。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到西北公司的一个主页，把你的一些姓名去补充完以后呢，再过2天呢，你还会收到西北公司发过来的一个邮件就说你的公司呢已经注册成功了。那么你可以到这里面来找到下载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那么所有的文件呢，它都会在这个里面。那如果说你也想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话那么相关链接就在这个下面的描述栏。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搞定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那这个呢，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办法现在呢，你可以到这个谷歌上面去搜索直接说购买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那这个上面就会出来非常的多。
如何获得一个长期可靠的美国电话号码。那么这个网站呢，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它的名字叫 Zetterman， 因为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使用这个 APP 来购买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但很多呢可能都不太好用。那这个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链接我也会放在描述栏。那么英文你看不懂的话，也可以直接这里呢可以直接用中英文翻译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会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号码，最主要其实就是用这个虚拟号码来接收一个验证码。那么你也不需要去办一个实体的卡，办实体的卡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你说要办一个美国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电话卡，那更加的麻烦。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就非常的适合公司刚刚起步刚刚做一些跨境电商尤其是你是在全球范围内呢都有开展业务你就可以来试试这个来购买一个虚拟的号码。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方法来解决我这里我就不再多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来申请一个 EIN， 那它翻译过来的话，其实就叫做一个雇主识别号码这里我们问一下 GPT 就是一个税务识别号码，就像什么 SSNITIN 这个都是对应的一样的就是一个专门拿来识别的一个号码，它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税务识别号。那这个 EIN 的话也叫做联邦税号。当这个西北公司给我们发邮件说我们的公司呢注册好以后呢，那我们就要来申请。在没有申请成功公司之前呢，那大家也不要先着急来申请必须在我们的美国公司注册好之后，无论是一个税务申报还是银行开户呢，都需要公司正式经营的一个基础。申请这个 EIN 的方式呢也有2种。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ITIN， 没有一个 SSN， 可以通过传真的一个方式呢，把你所有准备好的资料呢发传真给可以看到这个 IRS。 那这个 IRS 的话，它是美国税务局。那如果说你有 ITIN 呢，就非常的方便，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这个 EIN 在申请这个 EIN 申请的一个链接我都会放在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也没有这个，那你肯定还是需要来申请一个 EIN。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 ITIN 的话，那这个方法的话，因为它只非常适合的是 ITIN 的朋友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在线申请。这里大家可以查询一下它的一个营业时间正常的话是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到晚上10点，美国东部的一个标准时间大家也可以不确定的情况下先去咨询一下，先去查询一下。那么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直接去点击这个线上申请 EIN。 那如果说你没有在它规定的时间来的话，可能你就无法申请，只有在它规定的时间呢，你打开的话才可以进行一个申请。 OK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时间。这里呢，我们通过传真资料申请 EIN 的方法来，我们主要先需要填写一个 SS4 的一个表格。我们是需要填写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SS4 的一个表格它里面填写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表格填写好之后呢，传真到这个美国国税机构。这里传真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这个号码。那这个 SS4 的表格怎么填写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些相关的模板，按照这个模板来填写就可以了。这个里面的每一条内容呢，大家都要认真填因为填写的东西信息量确实很大，需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把这个表格填一下。这个表格的一个下载地址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把这个表格呢可以打印出来，用手填写。在填写的时候呢，可以用黑色的笔签名。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一些信息的话，建议大家用大写字母来进行一个填写。那这里我们全部填写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发传真了。现在呢，发送传真的话也有很多在线的一些网站还有这个 FaxPass。 那么这2个网站呢，它都是可以直接发送一个传真的可以发送一个 ERS 表格。那么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 APP，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你可以在使用期间呢，把你的这个传真给发出去。当你收到这个 EIN 以后呢，那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取消一下他们的订阅就可以了，这样呢避免被扣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点这个免费试用，这里呢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账户。那如果说你有一个谷歌邮箱啊、谷歌账号的话，那也可以用这个来直接登录啊。我们点这个 Google 注册，点一个继续。OK， 那你这里就开始创建账号。那么我们在它的这个首页呢，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呢有一个查看套餐和定价，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价格，点击这个查看。那这里可以看到有按月收费的，有按年收费的。按年的话它更便宜啊，看一下，一年是8块多一个月，按月的话是要9块多。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免费的，有付费的。那么免费的功能呢，它里面是没有办法接收一个传真的，那只有这个啊，我们看到中间这个9块9毛9的，下面呢它是一个接收传真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就需要订购服务。我们点这里一个开始免费试用。用谷歌登录，这里需要创建一下，点一个创建并继续。那么来到这个页面呢，就开始免费试用了选择一个传真号码，你这里可以选择美国的一个号码。这里价格的话，我们选这个9.99美元这儿输入结算信息，你的名字你卡号这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在下面可以看到有个30天免费试用，这里我们勾选一下。提交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专门做这个，然后把它加进来点击这里这里有个发送传真，点击这里进行一个上传。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点击上传，你可以把文件拖进来，也可以直接去上传。那上传好之后呢，下一步呢就点击这里的一个下一页，这里呢接下来呢需要填到美国国税局的一个传真号。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填一个传真号或者一个电子邮箱地址，那就是这个专门收这个 SS4 表格的一个传真号。我们需要把这个传真号呢给它填到这里，点击这个右下角的一个发送文档就可以了。那么当你发送出去的话，一般会等个2到3天的时间，你就可以申请到。那如果说你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的话，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去大家可以来谷歌搜索一下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一下。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也可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淘宝里面找代打英文电话的，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很多国际电话、英语电话代打服务，看一下英文服务、口语翻译，直接可以找这些人帮忙的。当你的这个 EIN 申请下来之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来申请一个美国银行账户。那对于我们一些海外的人来说呢，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个水星银行。水星银行呢，它的账户呢没有余额的要求，免设置费、免管理费，而且可以申请信用卡。它不仅可以申请到一个信用卡、扣账卡，还有一个投资贷款，并且的话它支持一个多种币种。它的一个总部的话是在美国的一个洛杉矶，主要的客户呢一些创业型的公司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公司。它呢支持一个远程的一个开户，跟美国的华美国泰的话有点相似，并且呢它没有强制的一个 SSON 的一个 SSN 税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是美国籍没有 SSN 或者一个 ITIN， 那也是可以申请开通的。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专为电商打造的一个银行，那它可以跟美国本土很多线上平台呢无缝的一个链接，比如说亚马逊或者说 Shopify， 同时它也支持我们今天要申请的这个Stripe。那么我们申请到这个水星银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Stripe来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我们在申请这个水星银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这里呢，你需要一个美国静态的住宅 IP， 还有一个公司注册后的一个证明文件。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申请 EIN 呢1个星期之后呢，再来注册这个银行。这样的话，系统它是可以自动识别到这个 EIN 的就不需要这个文件了。还有一个可能需要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那这个的话也可以不要。那如果说你需要收它的一个实体卡，那你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那你不需要实体卡的话，也就不需要美国的一个地址你可以去租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到时候帮你收一下这个实体卡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实体卡的话，这里水星银行的一个申请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里面，视频下方的简介里，大家呢可以去打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看一下怎么申请。同样这上面可以看到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把它翻译一下。
我点这里，这里有一个沉浸式的翻译，我把它翻译一下。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开设账户 ，OK， 这里开始填写一些信息。那么这里呢还需要设置一个密码，这里点击开始申请。接下来这个公司名称你可以填一个西北注册的一个公司名字，那么要和这里的一个对应哈，然后点击下一步。那么你的公司是否符合以下任何一项啊？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选以上都不是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填入你公司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需要呢填公司的名称、公司的注册国家、你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的话，你也可以填中国的啊，你可以先把这前面给它切换成中国，那填上你的一个电话号码。那么公司的网站、公司类型、公司简介，那雇主识别号要有 EAN。当你的公司注册下来1个星期以后的话，它这里大概率就会自动识别出来。而公司的网站呢，如果有的话，那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就更专业、更真实一些。公司的类型啊，可以看到下面有，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如实填写的。那么这些地址信息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说你后面需要实体卡的话，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申请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那后面的话实体卡会寄到那里去。如果说你不需要实体卡的话，那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填你身份证上面的那些地址，后面的地址的话证明你直接用你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这些什么信息你都可以直接填，或者身份证的话你也可以使用你的一些护照的一些信息。社交媒体链接啊，你也可以选择不填，那有的话你也可以填一下。那这些相关的信息全部填好以后呢，点击提交以后啊，一般的话2到3天你这个申请注册就下来了。申请下来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发一个邮件，他会告诉你恭喜你，你的这个银行账户呢已经开通成功了。下一步呢，我们呢要提交我们 BOI 的一个报告了。这个 BOI 的报告呢，这个其实也是从今年2024年1月1号才开始实施的。它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打击一些洗钱呐、虚假公司。我们可以在这里啊，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在线来提交这个报告就可以了。那还是相关的链接呢，都在描述栏。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准备提交 BOI， 准备并提交 BOI。那么我们既然是注册美国公司的话，我们就要遵守美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按要求提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可以点这个准备并提交 BIO， 这里点一个我同意。接下来就根据这个里面呢来进行一个填写。这里啊，大家英文不好可以翻译一下，我这边都把它翻译成了一个中文。这里面有一个申请类型啊，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日期准备这里也有啊。那么这里选完之后呢，点下一个你的一个申报公司的信息，可以看一下，根据你的相关情况来填写一下。那下面还有一个公司申请者，这些呢都是需要填写的。那这里还有一个受益人，这些信息啊，这里都要填啊。最后这里有个提交，看一下所有的东西填完之后啊，把你的邮箱姓名全部填进来，这里点一个提交就可以了。当我们所有的信息资料全部准备好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一个 Stripe 进行一个账号申请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美国的一个水星银行账户啊，还有公司的一个 EIN， 有了美国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 Stripe 的一个要求呢啊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打开这里 Stripe 啊，这里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哈。在这里呢，我们点一个立即开始。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注册账号啊，需要创建一个账号。那么输入你的一个邮箱地址，输入你的名字，输入你的国家。接下来的每个步骤来啊，上一期视频呢，小鱼儿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按照这个要求呢，去提交你公司的一些信息，提交美国的一些账号的一些信息。那大家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就可以了。后面呢，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差这一步，直接去申请账号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账号呢就已经注册成功了。现在来申请这个 Stripe 账号的话，和以往2024年之前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现在呢多需要提交一个 BOI 的一个报告。如果说你所有的资料都全部准备好的话，那么整个流程下来呢，也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1到2个星期，基本上你就可以搞定你的一个美国 Stripe 账号。那同时呢，你还可以拥有一个美国公司、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美国的地址等等，都全部可以搞定。那么今天分享的所有
的一些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打开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啊，找到这个链接呢，可以跟着步骤一步一步的去操作。那么有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学习。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对于想做网站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啊，小鱼儿呢讲的做网站呢，都是手把手的教程，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小白。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